顾婷从学校离开后，直接去了荣盛集团总部。办公室位于旧东区的核心地带，是一栋现代化的玻璃幕墙建筑，落地窗外是唐人街的方向，视线能看到那些矮小的褐色楼房，像是城市中最不起眼的角落。他站在窗前，手插在裤兜里，目光深邃而复杂，脑海中浮现出3年前的叶然。那时的叶然在美林小馆工作，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厨师服，脸上总是带着笑，招呼客人的时候热情又真诚。顾婷第一次去那里吃面时，正逢工作日的下午3点，店里空无一人，叶然靠在收银台看东西，连有人进来都没察觉。他穿着一件有些发黄的围裙，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，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，似乎在记着什么，嘴角还带着一丝浅笑，像是在幻想什么美好的事。你好。叶然听到声音，抬起头，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，笑容干净的像能驱散顾婷心头的阴霾。他把手里的资料塞到柜台里，从高脚凳上站起来，动作有些笨拙，笑着问：想吃什么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方言的腔调，显得亲切又真实。阳光从破旧的窗户洒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整个人白得几乎发光。排骨面。顾婷点了菜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叶然脸上。叶然的眼睛很大，眼尾微微下垂，像是藏着无尽的故事，皮肤白皙的在昏暗的餐馆里显得格格不入。顾婷那时候刚从公司开完一场不愉快的会，心头正压着一团火，可看到叶然的笑容，竟莫名地觉得那团火被浇灭了一些。面很快就端上来了，叶然送过来时，顾婷正在接电话。当时正逢集团要开拓新的业务线，顾婷十分忙碌，电话一直不断。挂掉之后，她看到眼前的面条已经全糊掉了，看起来让人毫无食欲。顾婷正要拿起筷子，就听到有人在那头说话：哎，别吃了。她转过头，看到叶然走了过来，眉头皱了一下，指了指那碗面：您打了那么久电话，面都糊了，我要师傅再煮一碗，很快就好。顾婷愣了一下，看着叶然说：不用了。可叶然坚持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倔强：不行啊，这真的不能吃了，您等一下，马上好。那头传来按铃的声音，叶然听到后赶紧往厨房走去，背影匆忙却透着一股认真。顾婷看着叶然离开的背影，心里闪过一丝异样。那一刻，她觉得叶然像一只流浪的小猫，带着让人怜惜的天真，即便身处破败的环境，也依旧努力地散发着自己的光亮。顾婷从未见过这样的人，像是能轻易刺穿她冰冷的外壳，直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回忆被手机铃声打断，艾琳在电话里汇报审查的事宜。顾婷问了一声，目光却依旧停留在窗外唐人街的方向。她低声问：叶然的审查，移民局那边还有什么问题？艾琳迟疑了一下，说：暂时没有，但他们可能会卡得很严，您最好多留宿几天，配合一下。顾婷沉默片刻，说：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他靠在椅背上，脑海中浮现出叶然那天在餐桌前局促的模样，心头涌起一种陌生的冲动。他不想叶然离开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留住他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，那只昂贵的手表静静地躺在皮肤上，指针一分一秒地走着，可他的心却像停滞了一般，无法找到方向。他想起叶然那天提到审查期结束后的去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释然和期待，像是终于要摆脱这段婚姻的束缚，奔向自由。顾婷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心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不适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要求叶然留下，可为什么一想到叶然要走，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块。顾婷闭上眼睛，试图压下这种陌生的情绪，可脑海中却浮现出叶然在餐馆里忙碌的身影，浮现出他低头吹粥时小心翼翼的模样，浮现出他提到新工作时眼底的光亮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3年里，叶然的存在早已渗透进他的生活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他原本冰冷的世界。可他又能做什么呢？顾婷自嘲地笑了笑，
他连自己的情感都搞不明白，又怎能给叶然一个明确的答案？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俯瞰着唐人街的方向，低声自语：叶然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